公子，门被人上了锁。这不是国子监配的锁，难道是西诏？阿杰还在里面，赶紧想办法把锁打开。公子，这锁来历可不小，一般的机关锁就可难开了，更何况这种又麻烦又复杂的连环锁。走开，别啰嗦。阿杰。 思夜，思夜，没这个必要吧？有必要。卓越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比武招亲是我赢了，阿七现在是我的未婚妻。 你若再越界，我绝不会像在擂台上那样对你手下留情。深藏着我毋庸置疑的心思。待宿命开始，执念那一世，愿用这辈子换生死相知，用千种心事留下我的位置。 是爱的坚持，生成了倾慕彼此，我才拥有这一世。如果是念着旧事，变成了我的差池，我绝不能。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吧，别把自己给憋坏了。既然你不允许我与其他女子独处，那你也应该做到。 我担心你，我在意你。知道我做错了，你没错，是我错了。我没能防住卓文远，赢了比武招亲又如何？这才过了1天，他又找上门了。他带着公务来的，我也没办法拦他。 所以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我应该早点把你娶了才是。走吧。真的呀！开放了，这种开放典籍室，还不分男女老幼。思夜这是演的哪一出啊？思夜的想法一直都不拘一格，我们哪能猜得透？来，让我卜上一卦。 是大吉，大吉！我就知道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打听的怎么样了？高士长说要开放典籍室，典籍室？嗯，还说女子也可以进，女子也能去？那岂不是能见到燕思夜了？走，回府。这么多人啊！思夜是怎么想到这招的？你猜？我想表扬你，你倒是考起我来。不过我猜嘛，你这招就叫暗度陈仓。哦，暗度陈仓？怎么说？思夜继续提议说招生女弟子，不过官家没有接话。 于是你就想出了此计划，这表一层嘛，开放典籍室本来就是国子监新年招收计划的一部分，此乃明修栈道。这理一层嘛，借着我这个女典籍的身份，让城中的女子都能够在国子监里自由出入，让国子监的众人习以为常，
慢慢的改变他们的观念，此乃暗度陈仓，先开典籍室，后收入国子监，怎么样？对不对？对，果然还是阿奇懂我。不过思夜确实是好魔幻。若是我们能如愿的话，哥哥的遗愿就快要达成了。桑小姐，可是但是，怎么了？没有，你怎么了？没有。他好像很难受。阿奇，已经有很多人等着了，今天你会很忙的，快去准备准备吧。可以进去。公子，桑小姐说的好像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吧？我就是这么想的，就你话多。公子，哎，公子啊，还在惦记着今天典籍室的事儿呢。依我看呢，今天的事儿也纯属偶然，你下次就直接叮嘱桑小姐，让她不要把典籍室的门关上，不就行了吗？治标不治本，重要的不是门，而是人。不管关门还是开门，那个人都会一直缠着阿奇。那干脆直接关掉典籍室，一了百了。请下出主意。你可知，从当初桑琪进入国子监，到现如今，他获取典籍遗址花费了多大的力气？虽然只是一个从九品的小官，但对于阿奇，对于我，甚至对于宇兄，都意义重大。千里之行，这才刚走出一步，怎么能因为儿女私情耽误了？您也知道是儿女私情啊，但依我看，桑小姐对卓公子并无他意，您就不必一直担心了。我自然相信阿奇，但是那个卓文远，他整天跟个苍蝇似的缠在阿奇身边，我心烦得很。那怎么办啊？难道一直开着典籍室，任由卓公子缠着桑小姐？对，啊，就一直开着。啊？不仅要开，还要大开。不仅要对国子监开，还要对全汴京城开。谢谢。都是我的，谢谢。给，谢谢。这给你。啊，谢谢。一个一个来啊，别急。来，这是你的。我再找一下。好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。哎，对，我要那个啊！哎，谢谢啊！我要那个，那边够吧？好，谢谢。这给你。我懂了，公子，您的大开特开就是想让卓文远没有和桑小姐单独相处的机会，对不对，公子？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呢？桑小姐忙起来，自然是顾不上卓文远，卓文远也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纠缠桑小姐。公子，您这招太妙了。哪里，我这主要是想改革国子监，桑琪的事情只是顺便而已。哦，仅仅是这样吗，公子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快点，不敢。快点！哎呀，你着什么急啊？人那么多，待会儿吧。哎呀，待会儿典籍室就关门了，就见不到桑小姐了。走，快走！呀，公子，卓文远是近不了身了，但桑小姐身边的苍蝇，好像更多了些。谢谢。
谢谢，我也要这本。啊，这儿给。我要这本，谢谢啊。不要着急，一个一个来。给。哎，谢谢啊。我要这个。多谢。四爷，你看见今日近况了吧？那简直就是人山人海，每个人的眼里对国子监充满了期待跟好奇。四爷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心不在焉的样子？我没有，真没有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因为我今日身边的男子颇多，你吃醋了？不过四爷你放心，今日的公子，没有一个能及四爷的1/1000。就算能有一个跟四爷一起媲美，那也入不了我的眼，也入不了我的心，因为我的心里只有四爷一个人。你在胡说八道、胡思乱想什么呀？我只是在想，如今典籍室开放了，会不会给你的工作带来很多负担？就是怕你累而已，就这样。那就更不用担心了。典籍室这种小场面，对于我来说还是很好掌控的。我还不信，还有什么棘手的人我处理不了。那你就多吃点吧。好，吃苦瓜啊！哎，阿燕，我们当真要去国子监啊？当然了，现在看来，燕四爷是打定主意要娶桑家野丫头了。找了这么一个妾室，将来我长家的时候定会很辛苦。平时见燕云之很不容易的，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，我呀，可得趁早点名他，让他多多体谅自己。可是阿燕，你打扮成这样去典籍室，是不是太华丽了一点儿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那国子监可是我未来夫君工作的地方。我呀，要是穿一身素服，给燕思燕丢了脸，那才叫不合适呢。再说了，那个典籍室可是桑琪的地盘，我呀一定要胜过他才行。哼！桑琪，桑琪，桑琪！刚说完不会有麻烦，这就来了一个让人头疼。桑琪，宋佳音，能不能不要在典籍室大呼小叫的？阿琪，四爷呢？四爷刚走。你穿成这样来典籍室不大合适吧？你还是回去换一套吧。我这身衣服怎么了？为什么要换？哦，难不成阿琪是看不惯这典籍室有人比你更美艳？可是四爷都说了，不分男女老少，不分地位都可以来，你凭什么赶我走？我不是要赶你走，我欢迎你还来不及呢。你这头上的东西叮铃咣啷的，实在是打扰大家看书。典籍室乃读书看书之地，你这样的确是不合适。哼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呀，就是看不惯有人比你吸引人。宋小姐，你还是先回去吧，就别为难阿琪了。你们一个两个都想着阿琪，我早就看不惯了。我今天就是不走，有本事你动手撵我呀！周远，放我下来！周远，你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这里什么都好，就是这老室里有一位女子，着实不符合常理。
而且我还听说，这桑典吉能进国子监，也是仗着自己是太尉府千金。哎，这搞不好所谓的广开门第啊，就是为了给这太尉桑家这种豪门开后路呢。就是。公子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是受到家族的庇佑，才得以到国子监来读书。不过考取功名，得到典籍一位，却是靠的是自己的努力。这还不是你自己随便怎么说？是，我可以证明给你看。那好，不过别是骑射什么的，那顶多是你自己家训，和国子监无关。这是自然。若是我在这写一篇科举文，倒是耽误了大家的时间。典籍室是我任职的地方，不如在此考究一番，你觉得如何？这如何考究？这里的书有上百种，加起来数千种，数量虽多，不过我熟记于心。你随便说一本书，只要这里有，我都可以给你找到。好，老子指归，这不算为难你吧？老子指归。老子指归，西汉道家隐者严尊所著，以韵文的方式表达了对老子的解读。不过我个人推荐和尚尊者的《和尚公章句》，两本一起读，应该会受益颇多。如何？是你要找的这本书吧？我的确是以太尉之女的身份进到国子监，不过我受到的非议和苛责远超其他人。所谓的广开门第，并不只是一个噱头而已，而是想让所有人以公平的态度对稳一位学子，不需要过多的考究，也不需要旁人的非议，只需要安安心心的在国子监里学习便可。就是我们呀，说的对，只需要好好的学习就是。对。阿奇，刚才反击的漂亮，有理我去，进退皆宜。那还不是因为四爷教的好，榜样做得好。难得夸你一回，怎么奉承起我来了？其实我是在夸我自己。哦。你是我中意的人，所以我多夸夸你，把你的身价抬高一点，这样也是显得我有眼光嘛。再说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四爷就要好好做，好好干，为我争脸面了。3.7。那我去忙了。我这就去给你争脸了。来，来。七郎，来了。今日怎么约上了？哎呀，这不马上你生辰了吗？来问问你怎么安排。哎呀，这事我都忘了。最近一直在忙阿奇入职典籍室的事儿。知道你每年都不爱张罗，我们也是等到了日子差不多了才来提醒你。怎么说？还跟往年一样，一起吃个饭？今年就算了吧，我另有安排。你看吧。我就说七郎今年肯定不会管我们的，哎，是你输了，七郎，我真看错你了。狼屋的事儿调查的怎么样了？有些眉目，今日我们查到一批可疑的盐商，就要收网了，你就安心等着吧。希望这一次可以把幕后黑手给揪出来。来，喝酒，一会儿再聊。公子，今年生辰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今年生辰，阿奇会替我安排的。可是三小姐知道您的生辰吗？阿奇，宋小姐又来了，不过这回打扮的倒是素净。
有什么事儿也快说吧，别打扰其他学子看书。阿奇，你跟思叶的事儿算是定了。虽然说你我嫁入燕府，一定是我做大你做小，但是如果能独守一人，那自然更好。我今天就跟你说一声，我不跟你争了，燕思叶我让给你。你又是在打什么主意呢？我中意了卓公子。卓文远。哎呀，好了，我都已经跟你说清楚了，你也不要再问了。那就这样吧，走。阿奇，思叶，你怎么来了？今日是8月初1，按照惯例要整理国子监的名册，我特意来帮你。你怎么这么好？走吧。怎么又乱了？哇，阿奇，我找到我那年的名册了，你来看看能不能找到我。哥哥。啊，对，这是你哥，我应该就在你哥哥后边，你看看能不能找到我。舒哲宇是谁呀？妍妍，哎，思叶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。找我的？莫非我又在国子监犯什么事儿啊？唉，我已经没在国子监了，嘿嘿。莫非京兆府你也管啊？你别胡说八道了。你知不知道8月初8是什么日子？8月初8？我想想，我知道了。是我入住太尉府1个月的日子。是和我有关的日子？和思叶有关的？哎，不知道。算了，让你领会言外之意，简直就是浪费时间。我告诉你吧，8月初8是我的生辰。啊，是思叶的生辰。原来如此。怎么，思叶要请客吃饭？你……算了，刚才我说的这些话，我要你原封不动、一字不差地传递给桑琪，一字不差。8月初8，我的生辰，告诉桑琪。那为什么思叶不自己？不该问的别问，现在就去，马上。我现在去。喂，往哪儿走呢？走错了。好，嘿嘿。 8月初8什么日子？你思叶的生辰，嘿嘿，靠不靠谱啊？日出生母，时为教人。桑爷，刚刚我在京兆府碰到思叶了，他跟我说，严小狼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啊？ 我这不是被思叶拦住了吗？他刚刚还……早知道就不该等你。等我干嘛？哎，妍妍，你这都来我们府上住了有1个月了吧？你怎么也不好好收拾收拾房间呢？里面一个女孩子家的，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去。就是，就等你回来收拾来了。啊？我已经帮你拦他好久了。你拦他干嘛？
子不开窍啊！你想想啊，万一连篇他推开你的房间啊，又臭又脏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，他怎么想你？你以后怎么办？既然你已经回来了，那我就去收拾你房间了。哎，等，你等我让你进去，你再来。走，摇起来，摇起来，哎。我提醒阿七今日是我的生辰，并不是为了让他帮我庆祝，而是怕他万一错过了，将来会觉得遗憾。四爷好。阿七，四爷，今日其实……四爷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哦，50刚过。50了。弟弟说今日50让我赶紧回去，家里有急事，你帮我照看一下，这恐怕都迟了。阿七，其实对了，今日家中喜事，你随后就来。什么喜事啊？阿七，特意叫我过来是有什么喜事啊？进去便知。这怎么一个个都跑来我家蹭饭了？桑太尉，打扰了。既然来了，就坐下吧。这阿七都张罗好几天了，我还以为是为我准备的呢。阿七，这些都是你为我准备的。四爷，此话怎讲？这是连篇准备的。为了庆祝严小郎入住我们府里来1个月了，准备了这么多好吃好喝的，对吧？哎，四爷这么一说，你是有好事想说？没事儿，没别的事儿。吃饭吧。谢谢小姐。来，四爷。来，连篇，你准备的得多吃一点。谢谢。来，你也多吃点。来，吃菜。来，四爷。连篇，谢谢小姐。道歉道歉。我再给您倒一杯。好，来，来，弟弟。多倒一点。你吃啊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们一起来。来，再给我倒一杯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，我敬你。来，连篇，来，多吃点。还有这酒杯呢。再给我倒一杯。来。怎么感觉你不太开心啊？没有啊。不开心就要说出来啊，说出来就会好很多。哪儿的话？3两好友，几杯淡酒，抬头漫天星辰，低头一位爱人，我怎么会不开心呢？既然不是不开心的话，那就是有遗憾。我都说了没有？没给你过生辰。你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。
那喜不喜欢？这可是我特意做的，熬了好几晚呢。我当然喜欢，谢谢。现在瘦的倒是挺快的，也不知道是谁当初死活都不要。今时不同往日，你看，你现在绣的这个可比当时那会儿好多了，多好看！这个我缠着连篇，要学了好多个晚上才学会的呢，可比舞刀弄枪的麻烦多了。算你有心。不过你明明知道我的生辰，先前我暗示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都装作不知道？你还知道那叫暗示啊？先是在典籍室，给我递名册，后来呢，又让白石在连篇旁边的旁挑侧击，再后来呢，你又找了严小郎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其实你明明直接说就好了嘛，非要设套诓我，我就知道你爱来这一套，所以我必须得治治你。其实我一直知道你深查，不过呢，我觉得你这么爱整人，我也得折腾你一番才行。这个叫什么？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喜欢吗？喜欢，有我7分神韵。不过，我还是希望你以后能够直接一点。当然好了，我现在也是吃了亏，长了记性的。我此生设的最大的一个局，我这不都把我自己已经赔进去了。这么说来是不满意？满意？不满意？满意？这一点都不满意？满意？我不敢，我怎么能不满意呢？太差不多。摇起来。好。高一点。高一点。高一点。小姐，高一点。小姐不好了，小姐不好了，严家出事了，京兆府查抄了严府，太师等人也被抓起来了。严公子和连篇已经赶过去了，老爷也说要去找个人问个清楚。走走走，站住，这里不能进。妍妍，连篇，小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严太师为什么会被抓走了？我也不清楚，刚过来就被拦在这儿，问他们什么也不肯说，让我在这儿等。家里面出了事儿，等有什么用？严小郎，先别着急，此事既然波及到严太师，就一定不是小事。问这些衙役，他们应该也不清楚。我去问严三郎。苏洛天，宋望天，解释解释，怎么回事？来，拿下！哎，干什么？你干嘛？你们干什么？宋公子，现在太师府出了事，我们要赶紧弄清楚，可不是你们2个人闹小矛盾的时候。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！别以为太尉认你当干女儿，你就可以指手画脚，终究是个丫鬟。给我起开！宋洛天，你三姐，等一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严四爷，京兆府奉命拿人，还请您不要妨碍我们。我们自然不会耽误你们京兆府拿人，不过你拿人之前总要有理由吧？七郎、桑琪，你们先别急，让他把人带走，稍后和你们解释。走，走，走。连言，严小郎，连篇，三郎，我们回太尉府等你消息。好。走。哎，严大人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谁？哎呀，严大人，你快说呀！连篇，你让他先喘口气吧。现在事已至此，一时半会着急也没有用的。还是桑琪有良心。不过严家这事儿事发突然，也不怪你们会着急。怎么会突然查到严家呢？说来这事儿也怪，之前不是你让我按照狼屋的线索追查严路吗？按照我们的推断，西招的货物，狼屋里的严厉还有宋佳音身上的香味环环相扣。不出意外的话，顺着这条线索，我们就可以抓住宋家的把柄。说是这样没错，我按照咱们思路这么一查，还真有问题。查到一个叫丁浩的盐商，这个人被我们抓了回来，一看就是个窝囊废，还没等我们上刑呢，就自己供出了上家。
那这样的话，不就刚好查到宋家身上吗？为何要把严家给抓了？你听我说完。之前我也以为是宋家，可这个丁浩一口咬定是严家逼迫自己为太师府做事，贩卖私盐，卖官鬻爵，而且还不是乱咬，人家拿出整整一套账本，一条一条全写在上面。等等，他拿出了整整1本账本，而且记得明明白白。那可不，日期、金额和什么人交易，和谁交接，全记在上面。买卖私盐的哪有做一套明账的？这摆明了是栽赃。这我也清楚，可这事儿我哪敢瞒？我也只得乖乖禀告官家。这不，官家连夜下令，抓了严太师，封了太师府，严家上下都要被调查，连严小郎也不例外。那严不会被严刑拷打吧？这个你放心，人在我京兆府，我盯着，不会有事儿。还是被宋家察觉了。但察觉的应该不早，现在看来就是匆忙的栽赃，表面上证据确凿，实则漏洞百出。我们要赶在他们有下一步动作之前，赶紧证明严家的清白。我们现在该做什么？三郎，能不能让我见一下那个丁浩？这个倒可以，反正你平时也没少帮京兆府做事，你去了也没人会说什么。不过，现在也只能提审，他算作已经招供的犯人，不能上刑。那他岂不是会一直咬着严家不放？那也没有其他办法了。七郎，也只能看你的手段了。哎，你刚刚说这个丁浩胆子很小。对。思妍，你干脆把我关进去吧。啊！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啊！哎呀，等这个犯人审完，马上就到你了。大人，您听我说，有什么话留着一会儿再说。把他带走。是。起来！哎，大人，您听我解释啊！走，大人，大人，废什么话？这进去！你先在这等着，大人马上就来提审你。走。哎，刚刚被审的人是你啊？别说话，把手指上。我不想想起来了，我不想再回忆了，我根本不敢回忆起来。残酷至极，残忍至极，我不敢想。我看你这身上也没有像受过刑的呀。身上受刑就已经有痕迹的。你听说过什么叫船不登吗？不知道。我也是第一次。啊！就这个纸，和纸糊在你的脸上，糊一层纸，喷一口水。如果你不说的话，就再敷一层纸，再喷一口水，直到你喘不过气来。别动！我告诉你啊，受不了是其次，最重要的是它完全没有痕迹，你无处去说理啊，没有用的。第三章我就受不了了。这还有王法吗？你这个人可真逗。要是没有王法的话，我们怎么会被抓进来的？那你是因为什么事儿被抓进来的？你知道前段时间严太爷一家被耍了是吧？我就是跟他家的公子哥走得太近了，所以也被抓了进来，根本就喘不过气来，根本无法呼吸。啊！来了！
我知道，躲下，躲下，躲下。我错了，你别唬我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这次不是找你的。啊，是你啊！啊！来人，把他带出去。是，我会。妹子走啊！祝你好运，一定要保重贤妹，保重贤妹。坐，让你坐。丁浩是吧？啊，是。我想你应该清楚，你我为何在此相遇吧？小的明白。不，你不明白。啊，不是因为思妍的事吗？思妍事小不值一提。我想要的是严家。严家，我该说的我不都说出来了吗？是，你是供了，但你供出来的事不足以让我定他们的罪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若不一五一十的交代，直到我可以定他们的罪，我今天绝不放过你。大人，我该招的我都招了，您这不是为难小人吗？来人，在。大人，大人，我倒要看看，你能为严家瞒到什么时候。啊，大人，大人，我招，大人我都招，大人我知道的我都招，我供还不行吗？大人，我知道我都说。那就从严家的账本开始吧。好。怎么样？一切顺利。那个丁浩的供词果然是仓促准备的，还没问几个问题，他就开始自相矛盾了。何止，他除了严太师和严颜，其余严府的人啊都不认识，随便炸了他几个，全对不上号。思妍，那你可得表扬我。你不知道我审他的时候，他被吓得脸都白了。要不是因为我的话，你也不会审得那么顺利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是你的功劳。三郎，都记下了吗？我在隔壁啊，听得清清楚楚，我记得明明白白。现在证词前后矛盾，我有理由向官家提出重审严家的案子。那这么说起来，爷爷应该会没事了吧？这还得看官家最后的定夺。最快几日便会有结果，安心等待吧。严小郎，连篇，小郎，连篇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有什么抓紧说，只怕以后也没机会了。唉，真是苦了你了，这些天没少受委屈吧？这算什么呀？能难倒小爷我？而且我闲得没事儿，就天天练我师傅教我的铜皮铁骨功。你看，更刺舌呢。好了，傻丫头，你也不用为我担心，我行得正，不怕被查。过不了几日，我就能清清白白的出去。而且我也想清楚了，出来以后，我们俩的事儿不会再拖了。就算被我母亲打一顿板子，我也会跟她说清楚。我一定明媒正娶你过门。少说这些有的没的，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哪怕我没有名分，我也要陪在你身边。连篇，哎，小哥，你看他们俩你侬我侬，情深意重的样子，再多给他们点时间吧。让开！哎，让开！让开！
松手，松手！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吧。偏偏，小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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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松手！小狼，放开！哎，我说你们不是来接他出狱的吗？哎，是的呀。有什么话回家说去啊，别等我下班。回去再说。你们这戏演这么好，回家开一戏班就得了啊！走吧，走不走？哎呦！快走吧！走。多谢二位乡主，多谢。没事啊。我母亲要是看到这幅景象，非得气哭了不可。虽然我们现在揭开了丁浩的伪证，暂时将你救了出来，但如今朝中人人对你家的案子避而远之，现在只有桑太尉跟严三郎仍在为你们辩护。早就料到了，攀高踩低，见怪不怪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还能怎么打算？出来的时候，严大人跟我说，暂时不能回京兆府办案，就算回去，也不能继续插手这个案子了。当然，我也可以动用我的关系继续查下去。我严小郎这么多年可不是白混的。看你还有现在这股劲头，我们也就放心多了。反正我们家是不会参与这种肮脏的事情的。要查，就一定能查得清。对，而且要抓紧。万一宋家又耍什么狠招，还是得防着点。你先跟我们回府上吧。算了，我就不回去了。这个时候回你们家，就是给你们家添麻烦，搞得我像恩将仇报一样。这，我知道你们不嫌弃我，可我也过意不去啊。况且，这严府也得有人镇着才行。小姐，我能留下来陪着严小郎吗？你看这荒凉劲儿，他也照顾不好自己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就最好不过。收拾一下吧。阿七，睡着了。四爷，最近没休息好吗？因为严家的事情，晚上也睡不好。但是也没有关系，我没事儿。跟我出去散散心吧。嗯。姑姑，严家的事安排的不够仔细，匆忙之间，能把嫌疑甩到严家头上就不错了。也罢，反正我们的目的也不是严家，记得把尾巴处理干净。这儿明白。我最近听说，宋佳音在外面
到处说是你的正妻，怎么，背着我有了安排啊？并不是侄儿的意思，就是他自说自话罢了。我倒是不反对这事儿。宋家在朝中的势力不逊于桑家，而且跟我们一直合作密切。其实宋家向来是个墙头草，我一直放心不下。但如果你真的娶了宋佳音，有了这段姻亲，倒是省了我们不少麻烦。侄儿倒不这么觉得。就算是墙头草今日倒向我们，指不定哪日又倒向别人家去了。和宋家一起做事，时时刻刻你都得提防着，费心费力还不一定能把事情给办好。依我看，要论合作，侄儿首推还是桑家。你还有脸提桑家？从桑弃回京，你为了那个丫头耽误了多少正事？那个丫头又坏了我们多少计划？合作，除了他们才是。你这儿女私情也该放一放了。姑姑，你再给我和桑琪一次机会吧。怎么？我现在交代给你的事儿，得说第2遍吗？就算是我同意，那桑琪也说得明明白白的，他要跟燕云之双宿双飞。姑姑，侄儿有一个办法。轻挪的身子是你的相思，最真的样子唯动心言事，流言片语之，深藏着我毋庸置疑的心思。待宿命开始执念那一世，运用这辈子换正式相知，用千种心事留下我的位置。如果是爱的坚持生成了倾慕彼此，累了吧？玩得这么疯。你带我来散心，当然要玩得尽兴。能够和你度过这些时光，我当然尽兴，我也很开心。其实我一直都想多一些单独和你在一起的时间。那你何必带我上山，来我府上找我不就好了？那不一样，山下纷扰太多了。我希望和我所爱之人多一些独处的私密时光，就像现在这样。怎么突然说这些？你之前不都嫌我说话拐弯抹角的，现在我直来直去了，你又不适应了，真是难伺候。你是因为转变的太快太突然，我才没有适应。再者说，什么叫做我难伺候？那别伺候。哎，我不会让你离开的，不让你去哪儿你就偏要去哪儿，别说是给你善后了，你说你难不难伺候？怎么不愿意？不，我愿意，我非常愿意。阿奇，这几日心情有没有好些？已经好多了，有你带我出来上山散心，真的好多了。那你是不是应该感谢一下带你上山的这位？
你说我的小马驹，公子，公子，白石回来了。别急，什么事儿？桑小姐，太尉被官家抓走了。怎么回事？回去，先回去再说。走。撤！撤！怎么回事？我也不太清楚。我刚和太尉在府中商量对策，突然就来了一批官兵，带着圣旨把他抓走了。这不对啊！爹爹虽然是为严家求情，但从来做过任何的过激举动，不会惹怒官家的。应该与严家无关，他们这样，应该是冲着桑太尉来的。这，七郎，阿七，怎么样？查清楚了吗？还没有查清。三郎，你能不能想办法让我们见一下桑太尉或者严太师？此事应该跟严家的案子有关。现在这个要求还真有点麻烦。桑太尉是官家派人直接请到天牢去的，不是我能插手的。严太师虽然还在京兆府的牢里，但官家下令严加看守，我也得去请示一下才成。这样吧，三郎，你跟严现在想办法见一下严太师，我与阿七去宫里见官家，这事必须问清楚。好，走走。二位，官家正忙，二位请回吧。官家现在应该不愿意见我们。我明白。你我在四野守了一天了，是该吃些东西了。身体垮了，会误更多事儿。去清风楼吃一些吧，还能打探消息。走吧。说事儿吧。四小姐、燕公子，请留步。怎么了？二位都是明白人，现在这个情况，实在是不方便招待二位，您就别为难小的了。啊，不妨事。四爷，我们去别家吃吧。去别家可以，但我得问清楚为什么。这，小的。燕四爷，你这是穿着明白装糊涂，这有什么可问的？桑太尉被官家抓了，以他的身份，定然不会是什么小的过错，说不定会是什么大逆不道的大罪行。阿奇，你说你在这庆丰楼吃口饭倒是不打紧，可是如果你们太尉府真的招惹了官家，那你说我们同一个屋檐下的人，万一落了一个同谋，这该怎么解释啊？说句不好听的，阿七你现在就一身晦气，走到哪儿都不受欢迎。我看呀，你还跟燕四爷赶快回国子监，好好的躲着去。小姐，里面请。卓公子，宋佳音，你约我出来，自己还迟到，怎么现在还一脸喜色？卓公子见谅，小女子也是遇到好事了才耽搁。你遇到什么好事儿就不用说了，有话快说，别耽误我的事儿。卓公子别着急啊，听我说，这好事啊，不仅是我的，和你也有关。与我有关？你猜我在楼下遇见谁了？桑琪和叶云芝。哎，
周公子，你先别黑脸呀，听我说完。现在的桑琪啊，可不比以前了。他那靠山爹爹被抓，一个燕云之还护不住他。我刚刚可是抓住机会，好好教训他一番，带着整个庆丰楼的人把他撵了出去，也算好好替你出了口气。好歹你也是宋家大小姐，什么时候能收一收你这鲁莽的脾气啊？官家对桑府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，谁也不知道这中间会有什么变数。再说，桑琪如果记恨上你，到时候拉你宋家下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遇到的是不是好事，还请宋小姐今后多加思考。我还有事要办，告辞了。哎，阿七，刚才的事儿别太放在心上。我知道，墙倒万人推，破鼓万人锤，常见戏码，不意外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陪你一起面对。就是担心我爹这么大岁数了，在牢里受苦怎么办？你别太担心，桑太尉他毕竟是太尉，而且还没定罪呢，应该不会有人怎么样。我再想想办法，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安排一下，让我们去见他。不知贵妃召兰姬入宫，所为何事？听侄儿说，兰姬兰心蕙质，最近却郁郁寡欢，特让我为你安排些好事。卓公子安排的好事，稍安勿躁。官家到。见过官家。免礼。这位是苏家姑娘，民女苏婕妤，见过官家。哎，平身。难怪看着眼熟啊，这名字听着也很耳熟啊。官家圣明，这就是前几日我与你提起的汴京第一才女。哦，那爱妃今天怎么和苏家姑娘凑在一起了？官家这话说的，外人听起来还以为臣妾配不上苏家的书香之气呢。臣妾腹中也是有2滴墨水的。不与官家说笑了。这苏家丫头啊，最近甚是烦忧，特意找我来开导开导。哦，她已到了婚配的年纪，正在物色好人家，可这寻来寻去啊，就是没有合心的。臣妾也是开导了半天，她才宽心了些。今日刚好官家也在，不知道兰姬有没有福气得到官家的祝福呢？爱妃，你倒有趣的很，尚未给自己最心疼的侄儿求过赐婚，倒先帮起兰姬来了。不过，爱妃的提议，朕必须得应允。苏家姑娘，若看上哪家二郎，到时候朕替你做主。谢官家。抓紧时间，说完了就喊我。明白。爹爹！哎呦呦呦呦！你怎么来了？爹爹，我们长话短说，你被抓进来之前有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？没有啊。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前脚我跟官家讨论严家的事儿，
官家刚有所松动，一回府就被抓了去。这么说起来，弟弟也不知道是严太师拉你下水的事情。老爷，他抽什么风啊？不知道，我也是听说。阿七，你有没有怀疑过，我真的参与过那些事儿？什么时候了？你还在跟我说这个？好好好，缜密的计划，隐蔽的行动，严丝合缝的，你能想得出来吗？啊，就你？知父莫若女呀。不过这件事儿，对方布置的这么周全，只怕这事儿解决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啊。我知道，但首先我们要弄明白严太师为何要反水。坐。言儿，父亲，这次又有什么变故？怎么连桑太尉都被抓进去了？太尉府是因为有人证指认桑维。人证？丁浩的证词不是被推翻了吗？不是丁浩，是你们的一个熟人。熟人？这魏长红坠崖失踪，怎么又凭空冒出来了？还去做了人证。桑琪，魏大人遇袭那日，严大人说你也在场，你可有发现什么异样状况？那天，魏长红和魏大人分开逃跑。等我找到魏大人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。不过卓文远说，他看到魏长红跳崖了。魏长红跳崖之后，官府曾派人搜寻尸体，但是山高水急，始终未能发现他的尸身，最终以魏长红身亡结了此案。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魏展宏现在又突然回来作证，其中定有蹊跷。当务之急是找到魏展宏，当面与他对质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还桑太尉一个清白。可魏长红身在何处？严三郎，你可有消息？魏展宏返京作证，当属绝密。此前京兆府并未收到半点风声，如今魏展宏一定被秘密地隐藏了起来。况且啊，此案已不归我京兆府查办，想要获得魏展宏的踪迹，绝非易事。现在的情况，时间紧迫，我们分头打探消息，掘地3尺也要把魏展宏找出来。也只能如此了。我们现在就去，走。这件事情太过诡异了，背后一定有主使之人。此人知道魏展宏尚在人世，我在魏展宏跳崖之后救了他，处心积虑的再将他藏起来，伺机待发，在眼下这个档口，将魏展宏送回汴京，做伪证颠倒黑白，置太尉于绝境。我不明白，魏展宏的父亲已经被西昭害死，他为何还要替世昭卖命，祸害我桑家？这个主使人善于谋划布局，或许是魏展宏被他蛊惑蒙蔽了。不过可惜，他摆明一疏抛出魏展宏的同时，也间接暴露了自己。只要我们找到了魏展宏，顺藤摸瓜，就能够找到幕后黑手。大人，没有发现。来，桑姐，今日怎么想起邀请大家一起相聚啊？毕业之后一直许久未见，趁着今日得空，就约上大家一起出来见一面。
卓文远和妍妍怎么没来啊？听说卓文远如今可是吏部的红人啊，许是公务繁忙吧？妍妍他们家……哎，你这人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说这个干嘛？快吃快吃！来，吃菜吃菜吃菜。家父虽然蒙冤入狱，但天理昭昭，我相信官家定能明察秋毫，还我家父清白。就是，桑太尉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对朝廷也是一片忠心。我等啊，更是相信太尉的为人。再说了，太尉吉人有天相，定能逢凶化吉。多谢了。话说回来啊，咱们这届学子真的是命途多舛。先是魏家出事，魏长红身死，紧接着严家和桑家就牵扯上了官司。可我却听说，官府并未找到魏长红的尸身，说不定他尚在人世。官府已经判定他身死了，出事后也没有他的消息。我看啊，凶多吉少了。哎，是啊，是。父亲，您这是要出门啊？我去和几位大臣议事。您如此着急，莫不是朝堂上生了什么变故？说吧，你想问什么？我听闻桑太尉的案子有关键证人出面做了铁证，是不是对太尉很不利？父亲可知道此事？此事属机密，是官家亲自审问。到如今，为父也不知道那证人到底是谁。桑太尉一案非同寻常，你千万不要卷入。现在朝中人人自危，可不能节外生枝啊！可如今桑家有难，我岂能置之不理？你能如何？到现在朝中局势风云诡异，很多事情都摆在那儿了，连父亲都是束手无策，你能干什么？云知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好自为之啊！我在城中四处查访，毫无收获。宋老天似乎也不知情，我暗中盯防宋府，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我也打探过了，朝中大臣也是一无所知。难道这整个汴京城就没有人知道魏长红的下落了吗？或许有一个人知道。若周文远知道魏长红的下落，那岂不是证明了他就是幕后之人？我倒是希望我猜错了。桑小姐，公子请您进府。叶四爷，抱歉，公子只请了桑小姐一人进府。不用担心，我跟周文远是多年的好友，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我去就来。多加小心。阿杰，你可算来了。之前都是我去府上寻你，太尉府的门槛都快被我踏坏了。今天你算是第一次来我卓府做客。我有事情要问你。不急不急，待会儿有什么话再说。我先带你去府上逛逛。走。周文远，走。阿杰，今日就在我府上用饭吧。我让厨房多做几道你最喜欢吃的菜。有什么东坡肘子啊？我们能说正事了吗？本来还想和你聊聊情谊，谈谈心的，罢了。我知道你是为太尉的事来的，我也能帮太尉脱罪。虽不能帮他官复原职，但一定能保他性命无忧。
魏展宏真的在你这儿？魏展宏，他不是死了吗？他若不在你这儿，你拿什么帮我爹爹洗脱罪名？我自有办法。可毕竟此事非小，太尉的罪名牵扯到了西昭，满朝文武都避之不及。我一个外人，与太尉非亲非故，总不可能多管闲事。除非太尉是我的家人，我卓文远便会豁出身家性命帮太尉脱罪。家人？你想逼我嫁你？不，阿姐，不是我逼你，可如今要救太尉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卓文远，你拿我爹爹的性命要挟我。当年在边塞，他怎么对你，他怎么照顾你，你都忘了是吗？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？还是你变了？曾经我们二人亲密无间，可自打你遇到那燕云之过后，就开始渐渐对我疏远。我默默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但在你心里永远不及那个刚刚认识的燕云之。如今你还想一心嫁给他，可是阿七，我告诉你，燕云之只会带着你闯祸，一次又一次把你推入险境之中。只有我才能真正的保全你，帮你丧家周全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我卓文远才是最适合你的人。我同你说过的，我与你之间只能做朋友。可我不想只做你的朋友。太尉的生死何去何从，你自己选择吧。没想到卓文远他这么偏执，竟然拿父亲的性命要挟。虽然卓文远不承认魏展宏在他手上，但若想逆转案情，便只有魏展宏出来翻供。我可能有其他的方法。卓文远与此事肯定脱不了干系。之前我只是不愿意找卓文远帮忙，就是我真的害怕此事跟他会有关联。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，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阿七，人心易反复，哪有那么容易看穿？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一个周全的办法。而且伯父的案子还没有定审，还有回旋的余地。我一定会找到魏展宏，替伯父洗刷冤屈。但愿如此。